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4月21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17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43.47，收盘价是241.37，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44.34，最低价是在237.68。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7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与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基本持平。量，当日的成交量是8340.48万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74 倍量缩。KD 值，快线是下穿了慢线。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即将开始下行的走势。MACD 双线是趋于合拢，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微小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空头趋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4月17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下行后的横盘中。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高开盘，开盘之后股价在盘中即在244和237之间出现震荡。那最后呢，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中部，与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基本持平。那我们也会看到当日的成交量呈现的是大幅的量缩，那说明这根 K 线是一根休息的 K 线。那日后呢，股价将会，也就是说股价在继续等待突破。那目前股价向上突破的目标就是这根绿 K， 也就是4月9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274和它的最低224。这是股价在日后要突破的目标。那么我们来说一下理由。那如果我们把4月9日之后，也就是说从4月10日一直到4月17日这几根 K 线合并，那么它的开盘价是在260，收盘价是在241附近。那么这是一根红 K。那么这根红 K 和左侧的这根绿 K 那么它依然可以组合成一个叫母子怀抱。那出现母子怀抱呢，它是变盘的 K 线组合。那么这根母线的最高274和它的最低224将是日后股价突破的这个目标位。那日后股价如果能够站上274，那么这个变盘的 K 线组合呢，也就是说将会被确认股价会上行。但是如果跌破了224，那么这个 K 线组合呢将被确认是下行。所以我们说日后呢股价突破的两个目标仍然是4月9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和它的最低。那么目前我们会看到股价是在之前的交易日一直是一个横盘，然后呢在4月16日我们会看到出现了下沉，然后接下来这根 K 线出现平盘。那也就是说目前股价在等待市场信息，也就是在4月22日会有一个市场信息。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在等待这样的一个信息，然后再去选择向上或者向下的突破。好，那么从目前的这样一个走势来看呢，在4月21日很有可能股价继续出现一个横盘的走势。但是从 K 线的规律来看，如果在4月21日呢，股价如果能够继续下沉，那么很有可能我们单从 K 线的
走势的规律来看，如果出现下沉，会更有利于日后股价的反弹。但是如果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小幅的反弹，那么很有可能股价将会在出现市场信息之后，然后出现反转向下。那么我们说的这些仅仅是从 K 线走势的规律来说的。好，那么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4月1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上行，收盘价会在254附近，在这个位置。另外一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下行，收盘价会在236，而实际收盘价是在241.37，股价是既没有出现反弹，也没有出现下行，而是出现了平盘。那至于我们预测的两个可能和实际的发生是不相符的，同时呢，走势也是完全不同的。好，那么股价出现了平盘，我们接下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那么我们依然来看，先来看上行。对于4月21日和之后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仍然是292。虽然我们会看到上方已经有头低，下方有底低，已经出现了一个短期的空头趋势，类似于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应该是274。但是我们如果从股价的长期来看，目前这一波小的空头趋势仅仅是股价出现了一个横盘的走势。这个横盘的走势呢，是由3月11日这根 K 线的最低，其实也是在214附近，和我们说3月25日或者是3月27日这两根 K 线最高在290附近，也就是这两个位置是一个也就是说股价出现反弹之后的一个横盘的走势。所以说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我们仍然认为是292。那么如果这个位置如果能够被站上呢，将会瓦解特斯拉股价这个长期的空头趋势。好，那么在到达292之前，目前的两个关键位置，一个是在262，也就是母子怀抱这根子线的最高是262，还有母线的最高274。这两个位置如果能够被站上，那么将会确认这个母子怀抱的 K 线组合是变盘向上，那么股价将会继续上行，我们认为才有可能会站上292。好，那么这是在到达292之前的两个关键标志位。292被站上之后，第二个目标就是304，第三个目标是367。当然上方还有一个420，那这些呢仅仅是压力位。好，那我们再去回顾，在之前的视讯当中，我们曾经提到过，如果股价经过在这个地方横盘，一旦出现上涨，那么我们认为这一波上涨应该会到达350到360之间，在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会遇到一个强大的压力。这个是我们指的股价如果在突破274之后，如果出现这样的走势可能会到达350到360。好，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仍然不变，还是214。在到达它之前，目前234这个位置，还有224，那么这两个位置将是股价到达214之前的两个关键标志位，也是强支撑。好，那么如果这两个位置被突破，股价呢将会我们认为会跌破214，那么再次出现新低，也就是股价将会继续延续这样一个长期的空头趋势。那接下来
第二个目标就是182，然后第三个目标是138。对，138我们会看到是2024年4月22日这根 K 线的最低，这也是这一波多头趋势的第一个底。对，好，那么如果股价日后突破了224继续这样的一个长期的空头趋势，那么我们认为这一波下行趋势在160附近会得到一个支撑。好，那这是我们说的日后股价的上行和下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在4月21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呢是前一个交易日，也就是4月16日这根 K 线的中线是在244附近。那股价在它的下方运行呢会收在低位，如果在它的上方运行会收在高位。那我们会看到在4月17日盘中，股价碰巧是在244这个地方遇到了压力，然后对，也就是它的震荡走势，上方正好是在这个地方遇到了压力。好，那么到了4月21日，我们给出的观察位仍然是244，但是这一次我们给出的理由并不是指这根 K 线实体的中线，而是指4月17日这根 K 线的最高。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股价能够高开高走，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反弹的走势。但是如果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呢，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出现下行。好，那么我们再补充说明一下，刚刚我们在 K 线信息解读的时候说过，出现这样一个横盘出现这样一个横盘之后，一旦出现下垂，我们说的是从 K 线规律来说，那么有利于股价的上行。那我们会看到，如果在4月21日，股价如果能够有一个反弹的走势，那么很有可能这根也就是4月16日这根 K 线将会成为这样一个下垂的 K 线，然后呢，股价会继续延续反弹的走势。对，好，那么这是我们对刚刚 K 线信息的一个补充说明。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周 K 线图，我们先来看看 K 线信息。我们会看到在4月14日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是一根含有上下影线的实体中红 K 线。那么收盘价我们会看到是跌破了5均值，然后当周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周我们会看到它是一个大幅的量缩。那生成这样一根 K 线，然后成交量大幅的量缩，说明在股价在当周是处于一个休息的状态。那么日后呢，股价将会继续选择方向，我们会看到在4月7日当周，也就是前一个交易周，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274，最低下方是在214。那么这两个位置将是日后对于周 K 线图来说，股价上行和下行要突破的两个位置。如果股价日后能够站上274，我们会看到在连续3个交易周都是含有长长的上影线的，那么也就是股价反弹的时候都是遇到了压力，那在近3个交易周都是抱有大的成交量。一旦股价能够站上274，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突破3月24日当周这根 K 线的最高，也就是在
292这个位置。那能够突破274，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上行。对，但是如果股价日后是跌破了214，那么我们会看到这3根 K 线的成交量呢，抱有这样大的成交量，股价日后跌破214，那么股价一定会有大幅的下行。对，也就是如果我们从长期来看，出现这样一个下行的空头趋势，在这个地方震荡休息，然后再出现进一步的下行。对，好，那这是我们对这个当周新生成这个 K 线的一个讨论。那么对于4月14日当周我们认为利好的指标就是它出现了一个大幅的量缩。出现量缩呢，证明就是多空双方并不积极，也就是说股价出现这样的一个横盘，然后再去选择方向。那么不利的条件呢，就是当周的这个收盘价是跌破了5均值。对，好，那么出现这样的一个走势，我们来看看对于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走势的一个预测。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之前我们给出的预测，就是在4月14日当周，如果收在高位，应该是在290附近；如果是收在低位呢，应该是在231附近。而实际呢，在4月14日当周收盘价是在241。那至于我们预测的231如果我们从周 K 线图来说，点位相差不大，然后性质也相同，也就是都在5均值的下方，然后在这个实体的范围内。好，那么出现了这样一根休息的 K 线，我们再来看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的走势。那我们预测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如果能够出现上行，收盘价会收在280附近，是在这个位置。我们来调整它。那我们认为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如果出现反弹，会站上274，是这样的一个判断。然后呢，股价如果是收在低位呢，我们仍然给出的是在231附近，在这个位置。然后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252，也就是前面这根 K 线实体的上沿。那么到了接下来一个交易周，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250整数关口。我们来调整一下这个水平线。那我们也会看到这条水平线在250附近呢，碰巧也是前一个交易周这根 K 线实体的中线。那么实体的中线如果对于红 K 来说，股价反弹这是强压力，但是如果一旦能够站上它呢，它将是一个支撑位。所以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如果股价能够在250整数关口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能够到达280的。但是如果股价是在250下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收盘价会在231附近。尤其是股价开盘之后，反弹到250遇压而不能突破，我们认为很有可能会出现反转向下的一个走势。好，那这是我们对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10%的多头仓位，我们的成本价是在250附近，在252附近。那我们两个进场的仓位，一个是在4月7日收盘价和4月9日收盘价，分别是5%进场。
那么这个仓位呢，我们之前给出的止损位一直是守224，所以到了4月17日，这个仓位是继续持有的。那么在4月17日收盘价在241.37，对于多头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因为这是一根休息的 K 线，它在等待突破。所以到了4月21日，这样一个10%的多头仓位，我们继续给出止损位是224。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现在要守的位置就是从250整数关口一直到上方的262，这个区域是空头一定要守的位置。那么空头的目标现在就是224。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4月21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它们的范围是从245到248之间，在这个区域，它包括前面这根 K 线的最高。好，第二个压力位我们给出是250整数关口。第三个压力位呢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在258附近。第四个压力位是262，第五个压力位是274。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第一个支撑是234，第二个支撑是224，第三个支撑是214，第四个支撑我们给出是200整数关口，在这个位置。然后第五个支撑是182。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4月2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那么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反弹，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然后呢，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41，在这个位置，上方最高会到达251。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50附近。如果出现这样的反弹，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41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下行，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44，下方最低会到达230，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36附近。如果出现这样的下行，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44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下行。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4月21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